激发电子静止于空间中被空间的运动带着向外跑，从而形成了光现象。物体周围空间本身的运动有点特殊，空间本身是可以物体为中心，以柱状螺旋式向外发散运动，且只有这一种运动形式。但是由于我们观察者的运动或者观察角度不一样，会观察出空间许多种运动方式。光的奥秘，统一场论对双缝干涉实验的全新解读。在20世纪，物理学家们陷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接触的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呢？一部分人坚定地认为光是波，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光是粒子，就像一粒粒光滑的小球。然而，光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即便到了现在，2024年10月10日，仍然悬而未决。目前，物理界只好认为光既是粒子又是波，这一特性被称为波粒二象性。光的著名实验当属光的双缝实验。这个实验是在一块隔板上开2条缝，让光从一侧穿过，然后观察另一侧的光斑。令人惊奇的是，光会像水波纹一样形成一道斑马线，其原因在于光从2条缝穿过之后，如同水波一般互相干涉影响。这个实验明确地告诉我们，光具有波动性。1961年，科学家进行了一次极具意义的双缝干涉实验。他们用一个光子发射装置对准双缝发射。假如光是由粒子组成，那么当光子通过双缝后呈现在屏幕上时，理应留下2道杠；而假如光是由波组成，屏幕上则会出现如斑马线一样的多道干涉条纹。根据波动理论，波与波之间由于相位相同，会相互叠加干涉，从而形成斑马线状。在第一次实验中，光子发射装置对着双缝发射，一粒一粒的将光子发射出去，结果出人意料，得到的竟然是一条斑马线。明明光子是一粒一粒发射出去的，每一个独立光子穿过缝隙时，按常理不应出现水波一样的干扰，可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是光子在穿过缝隙的时候分裂成了2个？接着进行第2次实验，将光子发射装置切换到点射模式。虽然每次只发射一个光子，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干涉条纹再次出现。明明2个狭缝只有一个狭缝有光子，那这个光子是在和谁进行干涉呢？难道它是在和自己干涉吗？1909年，杰弗里·泰勒爵士设计并完成了一个极为精致的双缝实验。他将入射光束的强度大大降低，在任何时间间隔内，平均最多只有一个光子被发射出来。经过漫长时间，累积许多光子与摄影胶片后，他惊异地发现，仍旧会出现类似的干涉图样。尽管每次只有一个光子通过狭缝，可这光子似乎能够同时通过2条狭缝，自己与自己互相干涉。类似的，电子、中子、原子甚至分子都能表现出这种奇异的行为。1974年，科学家梅里再次进行实验，这次他在屏幕前安装了2个摄像头，一左一右排开，目的是观察光子是否真的分裂了。结果光子一个一个的穿过，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屏幕上的图案不知何时变成了2道杠，而若不用摄像头，结果依然是斑马线。难道用摄像头光就是粒子，不用摄像头光就是波？实验结果竟然取决于有没有摄像头。科学家用电子进行同样的实验，得到的结果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实验也可以叫电子双缝干涉实验。电子光子双缝干涉实验能够引起人类困惑的有2点。其一，波动的干涉条纹是波动相位的叠加。那么单个光子、电子经过狭缝，和谁相位相同？和谁干涉？自己和自己干涉吗？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其二，观察者的观察为什么能够影响电子、光子的运动状态？对此，本人从外星球带来的物理学知识统一场论可以给出解释。统一场论认为，宇宙中任何物体，包括我们观察者的身体，相对于我们静止的时候，周围空间都以光速向四周发散运动。这种发散运动包含了波动运动。空间这种发散运动给我们观察者的感觉就是时间。当这个物体相对于我们运动的时候，
会影响空间这种光速波动运动。统一场论认为运动分3种，一是物体在空间中相对于我们观察者运动，二是相对于我们观察者物体周围空间本身的光速发散运动，三是前2种运动的合成。宇宙中任何物体相对于我们观察者静止时，周围空间都向外波动，波动的速度就是光速，而光的本质就是加速运动电荷产生了反引力场。反引力场使附近某些电子的质量电荷消失为零，激发起来，被空间这种运动带着向外跑。空间既然是光速运动，静止在空间中随空间一同运动，自然也是以光速运动。光的波动性是因为空间本身的波动，而光的粒子性是因为电子的电荷。质量消失而激发起来，转化为光子。就好比枪子弹可以用枪发射出去，也可以把枪子弹放在皮带运输机上，让皮带运输机带着运动。激发电子就像枪子弹，而空间就像皮带运输机。激发电子静止于空间中，被空间的运动带着向外跑，从而形成了光现象。物体周围空间本身的运动有点特殊，空间本身时刻以物体为中心，以柱状螺旋式向外发散运动，且只有这一种运动形式。但是由于我们观察者的运动或者观察角度不一样，会观察出空间许多种运动方式。光的向外干涉实际上是空间本身位置的干涉，并非光子、电子分成2部分自己去干涉自己。另外，光子的时间和我们不一样。相对论告诉我们，物体以光速运动，沿运动方向空间长度为0，内部流逝的时间是凝固的。光子以光速运动，时间似乎凝固了，光子所在的空间有意为似乎变成了0。我们感觉2个光子同时从不同狭缝中穿过，但在光子世界中，光子可能认为不是同时的。还有我们看到处于相同地方的2个光子，对于光子世界来说可能是不同的地方。反过来，我们把不同地方的2个光子，在光子世界看来可能是相同的地方。一句话，光子所在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的时间、空间位置都是不一样的。人们把空间想象为静止的，而空间是时刻光速运动的。这种矛盾才是让人感到困惑的背后原因。至于第2个困惑的原因，有人认为我们观察光子、电子会改变它们的运动状态，使光子、电子本来的波态转化为粒子态。还有人认为运动状态与人的意识有关，你看到的是粒子才是粒子，你看到的是波才是波。电子和光子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取决于你的观察。这种观点代表的看法就是，月亮之所以存在，并以那种方式在运动，是因为我们观察的原因。这种看法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人们一个朴素的观点就是，物质世界的运动现象与我们观察者的意识是不相干的。这些人一个代表的看法是，月亮本来就存在那里，并以那种方式在运动，与有没有我们人是不相干的。没有人，月球照样存在，并以那种方式在运动着。这种看法被很多人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后一种看法是错误的。人数多的看法未必就是真理。在统一场论中，核心思想是物理世界的存在是虚假的，物理世界只是人的描述而已，脱离我们观察者，物理世界是不存在的。人们的观察不只是会影响粒子的运动状态和空间本身的运动状态这么简单，并且与粒子、空间的运动状态密切相关。相对论认为时间、位移、力、质量等很多物理概念是相对的。对于相对运动的不同观测者来测量，可能有不同的数值。这相对2个字延伸一下，就是相对于我们观测者而言，由于时间、位移、速度、力、质量、能量，这些物理概念来自于质点相对于我们观测者的运动，或者周围空间的运动，经过我们观察者描述而诞生出来的。所以讲，脱离观测者我们人，或者不指明那一个观测者描述运动是没有意义的。时间、
位移、速度、力、质量、能量，许多物理概念失去了意义。乍一看，以上看法好像是一种唯心主义。不过，唯心主义认为一旦没有观测者，没有人，一切都没有了。这个也是不对的，走到另一个极端。正确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宇宙中所有的运动都是相对于我们人而言的。一旦没有了人，宇宙给我们的景象就像照相机照相的一个定格镜头，而不是不存在。物理学中的运动状态，从几何的角度看就是垂直状态，是同一个现象，我们观测者从不同的角度，就是从物理角度和从几何角度看，出现不同的结果。运动状态就是我们人对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不断肯定、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结果。光的双缝实验所呈现出的奇特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光本质的深刻思考，而统一场论的出现，为我们理解这些困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认知的物理世界并非完全客观独立存在，而是与观察者紧密相关。观察者的存在不仅影响着我们对粒子运动状态的认识，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理解方式。这一理论挑战了传统的观念，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物质与意识、存在与观察之间的关系。